一个已经去过2次济州岛的人，如果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做，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对于一座山和海之岛来说，海看过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爬山了。여러분안녕하세요，欢迎大家回到读书康的频道。在俄罗斯感受了春天降临的我，这个夏天又来到了济州岛。关于汉拿山，最终我没有选择登顶，但却在登山口就遇上了狂风暴雨。当然，这一路上也不乏轻松和治愈的瞬间。接下来的3期就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重返济州岛，期待这次一定的一键3连哦。这次去济州岛的航班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浦东机场 T2 卫星厅出发，通过安检和边检之后，跟着航站楼内部的 G101 到 G652 红色指示牌，很快就能走到卫星厅捷运的入口，下扶梯上车，等待发车即可。列车开动，运行大约2分半后抵达卫星厅，下车之后就能看到上楼去170A 贵宾室的灯牌。背面就有直梯可以到2楼，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卫星厅的贵宾室。早上快9点半的时间段，贵宾室除了现煮面条，并没有提供其他热菜。饮料方面呢，也是常规的纯净水、牛奶、果汁和碳酸饮料的配置，有常温和冷藏可选。酒水提供啤酒、红白葡萄酒、伏特加和威士忌。因为使用游客较少，整个贵宾室空间看上去异常宽广。这里除了沙发位和阅读位之外，还有靠窗位，配齐了充电接口。贵宾室的视野得天独厚，在靠窗位观看飞机起降全过程毫不费力。我除了看到东航的空客 A321，还发现了国泰的747货机出没。170A 除了配备第3卫生间之外，还开设了淋浴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前台协助。由于登机口就在169。所以我一直待到了工作人员过来提醒登机之后才走下扶梯。9C8861航班还是由春秋最常见的180座空客 A320 直飞，小轴版的背面也是放上了购买频率比较高或者春秋官方推荐的一些产品。关于春秋航班的登机行李，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注意每人1件，总计7公斤的重量之外，尺寸最好不要超过20、30、40。即便拿个大手提包去程被放行了，回程时韩国地勤还是会非常认真的过问这一点的。上海到济州岛的航行时间一般在1个小时左右，所以即便座椅靠背不能调节，对一般乘客来说不算多大的挑战。但如果是直飞巴厘岛5、6个小时的这种航班，建议家人们要慎重选择春秋。关于济州岛入境材料方面，因为属于免签目的地，目前只需要带好护照，填写好入境卡和健康状态调查表即可。航班飞行沿途能看到滴水湖洲际酒店、正拔地而起的滴水湖西岛金融中心大楼，以及东海上的风车。随着飞机越飞越东，海水的颜色也是越来越清澈。到达济州岛上空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巨轮的螺旋桨掀起的粉蓝色浪花。68分钟的飞行之后，我终于时隔4年再次降落到了济州岛。虽然大雨倾盆，但内心还是难掩兴奋。入境手续的办理和4年前相比并没有变化，按照指示通过检疫、边检、海关之后就可以顺利入境。双脚踏出到达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看看 T-Money 卡还剩多少钱。隔了4年多没用，我还在想它会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储值卡一样需要再次激活呢？到达层 CU 便利店的工作人员帮忙确认了卡可以直接用，不用激活，而且还有6000韩元的余额，我就放心大胆地走到了外面的公交候车区。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梳理一下3次济州岛自由行总结出的关于公共交通的一些规律。首先要有的概念是，济州岛上有2个市级区域，一个是汉拿山北侧的济州，大家熟悉的机场、东门市场、七星路、万丈窟、雅悦都在这个区域；另一个是南侧的西归浦，天地渊瀑布、中文观光区、成山日出峰、射地甲则归属于这个区域。按照济州岛的官方定义，这里一共有4种功能不同的公交车，可以直接从车身颜色和3位、4位数番号来进行区分。
它们分别是番号1开头的红色急行巴士，是只需停靠几个站点就能快速连接济州、西归浦和全岛其他重要地点的巴士；蓝色的干线巴士，番号2开头，与急行巴士的运营线路相似，以更多的站点跨市串联全岛重要地点。而3开头和5开头的干线巴士，则分别是济州和西归浦区域内部的干线巴士。也能看到4位番号的深夜巴士，比如济州的3001或者西归浦的5001。接下来是绿色的支线巴士，番号为4开头或6开头，分别是济州市和西归浦市线路较短的支线巴士，而7开头的则是市以下更小区域的支线巴士。最后一种呢是金色的旅游循环巴士，有2条线路，810路从大川换乘中心开往济州岛东北部的旅游目的地，比如巨文岳、斐兹林、轨道自行车等等，而820号巴士则是济州岛西南部旅游目的地，比如 Hello Kitty 博物馆、现代美术馆、绿茶博物馆的循环巴士。这里有2个例外，600和800路。这2条线路可以理解为从济州机场到西归浦的豪华机场大巴。公交路线查询我使用的是韩国本地的 App Naver 地图，总体来说可以使用汉语输入查询，信息还算可靠，但还是用韩语查询信息更全面、更准确。说回到济州机场，这里一共有7个公交站台，不同班次停靠在不同编号的站台旁。济州岛的电子公交站牌是个非常方便的查询工具，显示该站台即将到站的公交车番号、运行方向、其他線路有多少站、多长时间到达等信息，还能切换到汉语界面使用。关于广播， 이번 정류장은 인하동 입구입니다. 다음 정류장은 일도이동 주민센터입니다. 济州岛的公交广播，无论是电子站牌还是巴士内部，大部分情况只有韩语，少部分外国人来往较多的站点会有英语广播。大家记住2条，差不多就够用了。首先是电子站牌会出现的 bon 버스가 잠시 후 도착합니다，也就是某某某路巴士马上就要到站的意思。然后是车内的이번 정류장은 다음 정류장은，也就是本站是下站时的意思。注意这里的이번代表的是本站，是车辆正在驶向且即将停靠的车站，功能等效于国内公交广播里的下一站。关于上下车刷卡，济州岛公交刷卡最低1150韩元一次。我的操作是不管坐哪路车都是上车下车各刷1次卡，一来确定急行巴士分段收费区间，以防被划去最高的费用；二来是济州岛的公交在40分钟之内可以享受2次免费换乘。到达济州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民俗自然史博物馆，计划是为第2天的汉拿山登山之旅做一些地貌和生物物种的知识储备。从酒店走到博物馆的过程中，会路过立着正囊的青少年文化空间，以及济州岛起源神话相关的三姓学和三姓桥。民俗自然史博物馆单人票2000韩元，25岁以下是半价1000韩元。济州岛诞生于200到500万年前的大规模火山喷发，不同演化阶段的玄武岩、灰绿岩、阴安岩和火山灰遍布全岛。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石头岛，独特的火山岛地貌、葛扎瓦原始森林以及山丘溪谷，让济州岛在2007年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质展区旁的长廊陈列着从海拔0米的滨海湿地到1950米的汉拿山顶灌木林区不同垂直自然带中超过1500份的动植物标本。民俗部分第一展示1层大厅的正中摆放着代表济州岛渔业文化的木筏和渔船，围绕四周的1层及2层展区则以1:1模型的形式呈现了济州岛民居的特点，以及济州人从生到死各个人生关键阶段的传统礼仪文化。由于济州岛的温带湿润气候属性，中国的24节气文化也在济州岛生根，产生了独特的农渔岁时风俗。其他展示还有民居特点、贺衣体验、巨型黄带鱼标本等展览内容。大厅中有一处特殊的长须鲸骨架标本，旁边长12.2米的曲面 LED 屏幕上展示着长须鲸整个生命足迹，还有2019年从发现这只长须鲸遗体到制作成标本的整个浩大工程。从民俗自然史博物馆到东门市场大约800米，
步行都是下坡路段，几乎和山地川的河谷平行。作为1945年光复之后就存在的传统市场，随着时代的变迁，东门市场实行的摊位也是随着潮流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的。比如现在最火爆的摊位就是莫过于结合了 K-pop 的喷枪烤猪肉卷。除了引人注目的喷枪烤肉摊儿，卖烤串的章鱼或者鲍鱼馅圆饺子的店家面前也是人头攒动。同时，市场初创时主打的海产，在今天仍然占有不小的摊位面积。虽然橘子不当季，但是作为济州岛的象征之一，很多店家门口依然摆满了价格不菲的橘子礼盒。品相最普通的散装橘子1公斤要价也将近1万块韩元。东门市场的北侧就是山地川的入海口。虽然6年前第一次来时吃过的餐厅已经消失换铺了，但走到河边意外发现生态非常不错。螃蟹和苍鹭在人类密集活动的包围中，有了一片惬意的栖息地。这次济州岛之行1连4天入住的都是地处济州老城的阿斯塔酒店。前2次来济州岛都住在新济州，这次想试试住在老济州是啥感觉。而且当初选这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吃。酒店2014年9月订处，年份较新，前台小哥英语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房间整体面积约30平方米，沐浴露、洗发水和护发素统一是环保大瓶装。提醒大家，牙刷和牙膏需要自备哦。另外也要带好欧标插座转换头，方便设备充电。这里拉开窗帘就能看到连绵的屋顶和大海，视野开阔，晴天和阴天的景观都非常给力。虽然酒店本身送餐服务中的韩餐和西餐都比一般市价偏贵20%左右，但这里楼下就是老城的涌泉区域。本地居民用餐的韩餐餐厅非常集中，我的中餐和晚餐都是在酒店徒步200米的范围内解决的。中餐的店家名叫大晋小马居 대정몽생기， 想必老板应该也是济州大晋人错不了。这里主打葱饼和鱼饼汤，店家提供的小菜里烧鱼块和烧土豆都很不错。店主的朋友送了金兰、尽人事带天命和德不孤必有灵的字符牌匾，挂历还带着干支精确到日的农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来的原因，这样吃下来人均消费也超过了2万韩元，体感上比当年贵了不少。晚餐则是在楼下专卖牛骨汤的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里山黑铁锅长寿村牛骨汤。牛骨汤也称血浓汤、烧龙汤。端上来的时候，包括汤里的粉丝、牛肉在内都是没有调味的。吃之前要自己放盐巴、葱花和胡椒搅拌均匀。血浓2字提炼了牛骨汤汤色洁白、味道浓郁的特点。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状态，是因为用牛骨熬汤的时间超过了12小时。除了辣萝卜和辣白菜这些小菜之外，店家还配了洋葱和青阳辣椒。那么下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终生难忘的狂风暴雨中的汉拿山徒步了。究竟有哪些困难和感悟？下一期来一次告诉大家。我们下期见喽，다음에 봅시다。